为向外界展示核污染水排海所谓安全性。近日，日本政客轮番上阵表演吃播，日本国内有声音批评这是在作秀。据日本富士新闻网3号报道，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之子小泉进次郎也出新招，在福岛县海岸冲浪，以展示排海安全性。不仅如此，美国和韩国政治人物近期也通过行动对日持默许纵容态度，引发争议。 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之子、前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3号参加了在福岛南相马市开展的面向未成年人的冲浪教室活动，自己也下海冲浪。小泉宣称，这是为了挺身彰显福岛海洋的魅力。冲浪后，小泉进次郎还进行吃播，在镜头前品尝了长盘地区产的比目鱼刺身。身を持ってね、少しでも福島の海の魅力、それとこの 処理水のことで一部の国内外の人たちから言われなきことを言われてますけど、全くそんなことないっていうのを少しでもお伝えできればっていうそんな思いですね。近期，日本政客轮番表演直播，日本网民也对这种政客作秀行为见怪不怪。有日本网民批驳，核污染水排海的影响不会立即显现，小泉的这种作秀行为并不能证明排海的安全性。也有网友评论称，到了这种地步，只能说是典型傻瓜式政治宣传。 日本推出核污染水排海计划以来，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而美国的默许纵容，给了日本政府很大的底气。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声称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感到满意后，8月31号，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特意到访日本福岛县下马市，在餐厅品尝当地捕捞的比目鱼生鱼片等，并到超市选购食品。 室内卫视注意到，在启程去福岛之前，伊曼纽尔就积极在媒体造势替日本洗白，称赞日本将核污染水排海是走在正确道路上。他强调，此行不仅要展现美日团结，还要显示出核污染水排海计划的安全性，以证明日本处理方式得当。 同一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走访了东京最大的丰洲鱼市场，并品尝当地捕捞的海产，还声称将敦促中方取消进口管制。同日，韩国总统尹锡悦也前往首尔陆良金水产市场吃了一顿以海产品为主的午餐。有分析认为，在各国对海产品安全性的忧虑越来越强烈的情况下，美日韩此举有联合应对之意。 尹锡悦胜选上台后，新一任韩国政府在日本核污水排海问题的态度上不断软化。早在今年6月，韩国国务总理韩德洙就表态称，若福岛核污水完全经过科学处理，切实符合韩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饮用标准，就可以饮用。此番言论引发极大争议。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讽刺这是鬼故事，并怒批韩德洙表现得像日本政府的发言人。核污水 既然能喝，为何日本执意排海？而就在日本政府开始排放核污染水后的第一个周一，尹锡悦与韩德洙又以一餐高调的海鲜例会，再度为本土海产品的安全性背书。 尹锡悦办公室还特地发布媒体声明，宣布海鲜员工餐在总统室颇受欢迎。韩国政府虽不断为核污染水的安全性背书，但仍旧难以取信于民。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数万韩国民众涌上首尔街头，在广播喇叭的组织下缓步行进，高喊口号，抗议日本政府将福岛核污染水排海的决定，要求岸田内阁撤回决定。游行示威规模之大，以至于拍摄者即便站在天桥上拍摄，也难以看到行进队伍的尽头。参与抗议集会的民众，除少部分受到核污染水排海直接冲击的渔业从业者外，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市民。 这场抗议集会由韩国在野党与多个民间团体共同发起组织。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向尹锡悦喊话，再次要求其牢记自己不是日本的代理人。李在明还在韩国国会主楼前的帐篷里静坐示威，宣布无限期绝食，抗议尹锡悦政府暴政，破坏民主制度。但尹锡悦政府展现亲日立场，还不仅体现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上。韩国防部8月28号发表声明称，在推进迁移陆军士官学校内放置的抗日将领洪范图雕像的同时，还将研究拆除国防部大楼入口前放置的洪范图雕像。据悉，洪范图雕像被迁走后，原位置将放上韩国亲日将军白善烨的雕像。
此举招致韩国舆论痛批，表示亲日亡灵再次席卷韩国政权。韩国前总统文在寅也对此公开表达担忧，称韩军的根就在独立军和光复军，难道对此都要否定吗？需要特别指出的是，9月1号是日本屠杀旅日朝鲜人的关东大屠杀100周年。在此时点，尹锡悦政府清洗抗日将领塑像，把韩国政坛与社会的撕裂推向新的维度。有分析认为，尹锡悦的目的是为了取悦一心巩固美日韩铁三角的美国，而美国的如意算盘就是拉近日韩间距离，以更好、更高效地为美国霸权服务。8月18号结束的美日韩戴维营会谈，则是对这一盘算的细化。韩国的保守派一直以来的政策理念都是认为历史纷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争议不应该影响韩国军事安全领域的战略利益，强调要发展日韩战略关系，推动美日韩三边的军事安全合作。那么尹锡悦政府也延续了这样的理念。尹锡悦的做法呢，是期望引导韩国民众不要过度反对日本的相关行为，阻碍韩国的大的战略方向。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我们看到，在日本向太平洋排放福岛核污水之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韩国总统尹锡悦以及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同步上演了一场享用海产品的吃播秀。您对此如何看呢？其实，在排放福岛核污水问题上，美日韩能够拿得出来的最为强有力的挡箭牌，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测报告。但是，即使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测报告，也仅仅是表示福岛核污水排放的有毒物质是在人类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并没有说它是完全无毒的。同时，即使现在的检测结果与排放量是可以接受的，也不意味着在排放量逐渐累积，以及在30年后不会危害我们的子孙后代的健康。也就是说，不管你怎样洗白，那也是个脏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暂时危害程度有限的垃圾，也应该是留在自己家里，而不是刻意丢弃在公共场合。因此，面对日方长时间持续向公共场合扔垃圾的行为，作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和一个正常的政府，你们即使不去谴责这种行为，至少也应该抱持怀疑的态度，或者至少对此保持沉默，以观后效。然而，美韩两国却和日本的岸田政府一道，反其道而行之，在同一时间上演了一起针对福岛海产品的吃播秀。我认为，与其说美韩两国的行为是在支持日本排放福岛核污水，还不如说是在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有针对性的反制中国。因为在当今世界上，尤其是在日本周边的国家当中，只有中国坚定地禁止了日本海产品的进口。当然了，对于美日韩三国来说，他们更为深层次的目的，还不仅仅是要对中国禁止日本的海产品进口的行为说不，更为关键的是，还是为了三国一起抱团在地缘政治、安全与经济上来共同对付中国。那日本强行排放核污水，又将会对本地区的地缘政治与安全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一直认为，无论是韩国国内因为日本排放核污水而引起的朝野之争，还是中日两国围绕着日本排放核污水而引发的外交博弈与民间情绪对抗，都仅仅是一种现象，而不是真正的原因。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这是围绕着日本排放核污水而引发的这一系列博弈，只不过是近年来本地区地缘政治与安全激烈博弈而产生的结果。正是因为尹锡悦政府的一面倒亲日政策，才激化了韩国国内朝野之间放行与反对日本排放核污水之争。同时，也正是因为近年来日本在政治、经济与军事上全面倒向美国，围堵中国，尤其是介入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才进一步激化了中日两国围绕着日本排放核污水而引发的外交之争。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围绕着日本排放核污水而引发的博弈当中，美国与韩国的尹锡悦政府选择了进一步抱紧日本，并进一步坚定了日本跟美韩结成军事同盟的决心。相反，经过这件事情的冲击，
中日两国关系，尤其是两国的民意之间的裂痕，却在进一步加深，并有可能影响到接下来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晤，以及进一步影响到筹划多年的中日韩三国的合作。也就是说，经此一役，美日韩三国在越抱越紧，而中日韩三国却在渐行渐远。